大家好啊，歡迎大家來到我的頻道，我是岳醫生。今天呢，和大家分享一個真實的前列腺癌的病例啊。這個呢是關於什麼呢？這個患者呢，他比較關心他術後下一步應該怎麼做。然後我覺得這個病例呢還是挺有代表性的啊，所以跟大家呢來聊一聊。這個病例呢是真實的病例啊，就是有一個患者朋友呢，應該是昨天還是前天給我發郵件。詳細的描述了他的這個情況，然後我在看完之後呢，給他回了信，然後我說，我可以把你的这個個人的這個隱私信息去掉啊，然後做成一個病例分享成視頻啊，他說可以所以我今天呢就跟大家來分享一下。那另外呢，如果說你們呢也有這種需求的話也可以給我發郵件我的郵件呢就在我的主頁。大家可以看到，但是这個發郵件的時候呢，盡可能的把你的這個關鍵信息描述的清楚比如說前列腺癌具體是什麼情況臨床分期、病理分期以及這個現在所用的一些治療這些基礎的情況肯定是要給到的，還有年齡然後呢，還有你的需求描述的清楚一點，就是說你具體想了解哪個方面盡可能清楚因為只有比較清楚的情況下。我才能看到這個就是回答的比較好一點嘛。好，那麼我們呢就開始今天的這個病例那這個患者呢他的基本情況是這樣就今年是59歲59歲其實在前列腺癌當中呢不算是年齡很大的就是相對來說還是比較偏年輕一點的這個患者然後他做的是達芬奇機器人，然後做完之後呢。這個手術手術之後1個月PSI 呢非常低0.0009然後這個病理分期呢是TRC NX MX 是什麼意思呢 ？X 是不確定X 不確定，因為他沒有給他做淋巴清掃所以這個淋巴有沒有轉移呢不確定這個不確定，所以是X。那一般來說呢就是這個，如果說術前是懷疑比較高危的情況下，比如說穿刺結果，因為這個患者沒有給我他的這個穿刺結果如果說穿刺結果比較高，或者說 PSI 非常高那麼一般來說是就是歸為高危的話他是要做這個淋巴清掃的做淋巴清掃的好處是什麼呢？就是你最起碼知道他有沒有這個。淋巴的轉移如果說有淋巴轉移，它對他的這個治療呢，就是手術之後的這個治療是有指導意義的但他這個呢，就是比較可惜的，就是沒有去做沒有做淋巴清掃沒有做淋巴清掃的話，那就是不確定，只能用 NX 來表示。那病理分級呢，它是來到了3級3級算比較好一點相对來說還可以這個東西呢，跟格林森評分是有點類似的都是屬於這個病理分級。那如果說它到了4和5那就相對來說是非常差的一種。然後它的這個格林森評分呢是4+34+3呢就屬於相对來說比較高危一點的相对來說比较高危一點4+3比3+4要差雖然都是7分，但是4+3呢要差一點，3+4呢要好一點。然後手術之後的這個情況是什麼呢？就是說切缘呢是有陽性的這裡我有没有寫出来有寫出來，对不對？然后你看我們就看这個，先看这個有利因素不利的因素就是切缘是陽性切緣陽性什麼意思呢？就是因為前列腺這個比較特殊它在肩部，就是肩部這個位置它是沒有包膜的，所以腫瘤呢在這個地方也是一個好發部位所以手術切的時候呢經常會出現切緣陽性這個概率可能超過40%。而且這個位置呢，它就是尿道與尿道外括約肌連着，所以不能切深一旦切多的話就有可能會導致術後的這個尿失禁永久性的所以這個切緣陽性還是蠻常見的。但是切缘陽性的意義就代表什麼呢？就是說你在這個位置切斷的這個位置是有前列腺癌的，所以說是有一定的概率有殘留在這個斷的另外一端，這個尿道端呢是有可能是有這個癌細胞的所以切緣陽性呢它是一個就是你要做一個參考這個肯定是要關注的那另外呢，好處是什麼呢？好處呢就是它是不好的地方呢，就是主要是这2個，一個是格林森評分比較高一個是切緣有陽性。那好的地方是什麼呢？好的地方呢就是
它沒有經囊的侵犯啊，沒有就是其他的地方的侵犯，還總體來說還是一個局限性的前列腺癌，所以是 TRC 嘛，因為前列腺其他部位呢它是有包膜的啊，它这個呢是沒有EP，就是沒有這個包膜外的侵犯的啊。那另外呢沒有這個SVI 是這個經囊啊，沒有經囊的侵犯啊，也沒有膀胱頸的這個侵犯，還有這個輸精管呀都是陰性的，所以這是它的好的地方啊，所以腫瘤還是比較局限的，這總體情況。但另外一個好的地方是什麼呢？是它的術後的 PSA 呢降得非常低啊，0.009啊，所以对于他这種情況，患者本人比較關心的就是說他下一步應該怎麼治療啊？因為前列腺癌嘛，對不對？他一看這個切片陽性，很多人是比較擔心的啊，是不是就意味着沒有切乾淨？不確定啊，因為你只能說切的這個地方呢有這個殘留，但有可能殘留的這個細胞呢剛好被切掉了，這是一種可能。另外一種可能呢，就是我們切的時候呢，有時候啊，就是說殘留那一點點啊，它可能問題不是很大啊，或者說就是就是我只能說就是說有這個切片陽性是很常見的40%左右啊，40%以上。但是不代表就是徹底沒有切乾淨啊，所以這個大家就是要注意一下啊，就是不是100%復發，它和就是其他的一些這個就是比如說確定有包膜外的侵犯啊，相對來說呢還是比較好一點的，比較溫和一點啊，所以這個呢就跟大家解釋。那以後如果說你對這個切片陽性比較感興趣啊，歡迎大家留言啊，我可以找一些這個具體的數據，找一些文獻啊。跟大家詳細的去把這個問題呢，給你解釋啊，解釋有哪幾種這種可能性啊，這是一個，那他這個怎麼辦呢？所以說切片陽性呢，並不等於就是要立刻放療。以前是什麼情況呢？以前是指南啊，像這種情況，往往呢術後呢是建議進一步的就是立即啊做一些放療啊，因為淋巴呢也沒有做這個清掃嘛，啊，會建議立即做放療。如果說格林森評分再高一點啊，那麼同時可能會建議給這個內分泌治療，就是 ADT 嘛，去勢治療。這個是以前啊，但是現在呢，它這個情況呢，好處在哪呢？好處就是 PSA 降得非常低了啊，因為如果說我們就假設啊，如果假設這個切緣陽性有大部分的殘留啊，有腫瘤的殘留，那如果有殘留的話，這個 PSA 不會降那麼低的。啊，因為 PSA 呢，你切完以後把前列腺切掉以後呢，也就是說你體內是沒有器官再繼續產生 PSA 的，那這個 PSA 呢，它就會怎麼樣呢？它就會進入一個半衰期啊，半衰期呢，一般來說呢是1個月到2個月，也就是4到8周呢，這個 PSA 呢會降到非常非常低啊，測不出來，就是小於0.1，看儀器了啊，看儀器如果比較靈敏的話，可以測得更精準，有些人呢4周就可以啊，有些人呢需要8周啊，所以它這個降到這麼低，就說明基本上切乾淨了啊，就是目前看着肯定是切乾淨的啊，就局部最起碼是切乾淨的，因為前列腺還有一個特徵啊，就所有的癌症都有這個特徵，就是早期的時候就有可能有遠處轉移了啊，不排除比如說它這個情況在骨頭某個部位呢有這種就是微轉移灶啊，所以說很多時候它在以後的幾個月啊，或者說幾年啊，又出现復發，這種可能性都是有的。還有就是淋巴也有可能已經進入淋巴轉移，有少數啊，但是目前看這種概率比較低啊，因為如果說轉移灶稍微大一點啊，這個 PSA 是比較高的，因為前列腺癌本身也是表達這個 PSA 的，它這個最大的好處就是切完以後呢 PSA 降得非常非常低了啊，那降得非常低的話，那麼這種情況呢就有彈性啊，我们就可以考慮是不是可以保守一點。所以你看它這個情況呢，切緣陽性呢，現在的最新的指南是什麼呢？以前是要上就是做這個輔助性放療的啊，就是你做完手術之後呢，只要恢復好了啊，就是恢復期過了，手術的恢復期過了呢，就可以去進行這個輔助性放療，再加上一個內分泌治療這個樣子啊，因為前列腺癌對放療效果還是比較好的，但它這個情況呢，是可以等的，可以觀察的啊，觀察呢，觀察是什麼意思呢？就是繼續堅持這個 PSA 啊，那如果說 PSA 它持續的就是保持這麼低的水平，那就這樣啊，就不做任何處理了啊，它是有這個機會的。那如果說它的 PSA 後面反彈了啊，超過了連續2次超過0.1，那麼呢，
這個時候呢就要進行放療。那這個時候进行放療呢，我們就會給它起一個新的名字啊。以前呢就是立即放疗呢，它叫輔助放療。那如果說我們觀察 PSA 之後呢，再去給它做放療呢，就叫補救性啊，就是叫補救性的这个放療啊，立即補救性放療。那這種立即補救性放療的好處是什麼呢？好處呢就是給你時間去觀察啊。你如果說立即去做這個治療的話，你要承擔這個副作用。那如果說你不做不是立即做這個放療的話，你觀察，那如果它不復發的話，那麼你不就免去了這個藥物的副作用嘛？所以這個邏輯就在這裡。那有朋友就會問了，對不對？那萬一對不對？那我如果說在等待的時候呢，我沒做這個治療啊，復發了，那如果我做治療有可能，我就治好了，這種可能性有沒有呢？肯定有，對吧？所以這個就會有就是醫生啊、科學家做這個對比，然後他們就發現了這種情況呢，就是今年的這個是歐洲泌尿外科的這個指南啊，他就發現這種情況，就他這種情況術後的 PSA 啊，就是 persistent 非常非常低的情況下呢，你直接做放療跟不做兩組效果差不多，就是預後差不多啊，復發率啊什麼呀各方面的差不多。那既然差不多，也就是說這種情況立即做放療的收益就非常非常小啊，所以就不推薦了啊，所以這個為什麼說這個病例比較有這個意義呢？就是說告訴大家呢，不要去慌啊，因為最新的指南它是有證據的，它這個指南並不是說專家憑腦子啊，就是說我認為是這樣，那就是這樣，看誰官大啊，誰說了算，不是這樣，它是一定是要有證據啊。這個證據是怎麼來的？就做對比、做統計啊，做臨床實驗、臨床的觀察呀，隊列觀察啊，得出的這個結論啊。比如說我就給大家舉比方啊，你不能一個兩個，我們這種結論呢，一定要大樣本啊，比如說100個人跟1000個人的這個樣本效率這個效率是不一樣的，1000個人肯定是更好啊。所以他們做這種就是這種隊列的這種研究啊，你比如說啊，這1000個人當中啊，就跟他這種情況類似的啊，1000個人當中，那1000個人呢，這種情況他不做任何的治療就繼續觀察，然後另外一種情況呢，就是立即做這個放療啊，另外1000人，那最後呢就對比這兩組的這個最終的一些結局啊，還有復發率啊，那就發現呢效果差不多，就是這個最終的結局差不多。那結局既然差不多，那這個治療就沒有什麼太大的意義了，對吧？因為你要承受副作用啊，所以說呢，現在的就推薦他這種情況，就 PSA 非常手術之後降得非常低的情況下，那麼就可以就是給他繼續這個就是觀察啊，就不着急去給他不着急立即做治療啊，因為這個 PSA 呢，它沒有達到這個 PSA persistent 的這種要求啊，就是說4到8週繼續大於0.1啊，國內呢有些這個儀器的話，可能就是要放到0.2啊，這個看你的儀器啊，也就是說 PSA 沒有降到最低啊，並且持續啊，就是 PSA 持續啊，那麼這種情況呢，肯定是要做一些這個治療的，但它呢是沒有的啊，所以這個就是證據啊，證據就在這裡，所以它後面怎麼辦呢？它這個後面就沒什麼問題了啊，後面呢就繼續的觀察啊 PSA， 還有定期的去檢查這個影像學啊，比如說局部的核磁啊就可以了啊，就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但是我想跟大家說的是什麼呢？就如果說啊，他做了這個淋巴清掃啊，如果淋巴清掃沒有轉移，那更好啊，那是最好的。那進一步的做實，他可以繼續觀察。那如果他這個情況啊，我就加一句啊，如果他這個情況，就哪怕 PSA 是非常非常低的，但是淋巴確定有轉移，怎麼辦呢？那基本上是要推薦手術之後立即要做這個放療的啊，要繼續做放療啊。那如果說再就是情況再差一點，那可能這個ADT 就是內分泌治療呢也要去用啊。所以這個就跟大家說一下，這個每個患者情況都不一樣，對吧？都不一樣，差別就在這裡。他沒做，那麼我們呢就暫時以 PSA 為準。那你要說他做了，萬一是還是不是呢？那這個就誰都不好說，對吧？誰都不好說，所以我們觀察。那如果說還有一種情況，這個什麼呢？就是如果他不做，他是我們的觀察吃不吃虧呢？他也不吃虧，為什麼呢？因為你如果說是的話，那後面他這個 PSA 肯定還是會上升的PSA 上升，或者呢影像學發現這個盆腔淋巴結呢異常，這個還是能發現的。那發現以後呢，你再去給他做這個補救性的放療呢，也是來得及的啊。但是前提是什麼呢？前提是你一定要就是
這個隨訪啊一定要嚴密啊，就是你這個 PSI 呢，你不能隔半年去查一次，对不对？你这個術後一般來說呢，術後3個月肯定是這個最低的標準了，1年內啊，術後每3個月至少要做一次，對吧？啊，如果說在中間發現異常，比如說 PSI 有升高的趨勢，那可能2周就要做一次啊。這個到时候你跟你的醫生做溝通啊。我這裡呢就是只跟大家講一下這個邏輯在哪裡啊，邏輯在哪裡，每個人情況不一樣，所以呢大家都明白了吧？啊，像他這種情況，就是術後呢建議不用立即去做治療啊，可以觀察。但是如果說你不能跟他比啊，因為如果說你的確定是有淋巴轉移啊，或者你的病理情況更差，那麼你術後像這種情況切緣陽性啊，還是要去做這個立即做輔助治療的啊，可能越早越好啊。因為現在癌症的研究啊越來越深了，大家對癌症的這個認知呢跟以前不太一樣啊。因為現在癌症呢就發現，如果說你不能在它這個時間窗口內一次性給它殺死的話，那後面的這個治療呢就相對來說是比較麻煩的啊。所以現在腫瘤的治療它總在變啊，所以以後如果說有一些更重大的进展的話，我再跟大家說啊。以前比如說用药的话，這個前列腺癌治療大家的認知很淺，那時候怎麼治呢？像這種情況啊，那纖維有陽性啊，直接把睾丸給切了啊，睾丸切了就沒有雄激素了呀。那後來人們發現什麼呢？睾丸切了雄激素還是有少量的，那從哪來的呢？從腎上腺來的。那後來人們就用藥物啊，比切睾丸效果好。那後来藥物就發現呢還是不太行，对吧？那耐藥了怎麼辦？就是說去勢抵抗了啊，加化療，單純的加化療。那後來發現單藥不行，還是得就是聯合呀，或者說升級藥物。還有一些药呢，本來是就是說給晚期的患者用的啊，比如說這個恩扎鲁胺這種新药啊，那它是在就是常規的這个去勢抵抗不好用的时候呢再用。那现在呢就发现呢，你用的越早效果是越好啊，对于就是有些这个患者，所以它这个总是在变。因为癌症我们对癌症的认知呢还是非常非常淺的，到目前來說呢可能認知就是冰山一角，所以很多的這個治療呢都是在摸索當中，所以我們只能根據目前的證據來設定這個就是指南啊，指南呢做一個指導啊，所以具體情況呢一定要在有證據的基礎上呢來做一些這個調整啊。那今天呢就跟大家聊這麼多啊，感謝大家收看啊。大家如果說有這個需求的話，可以給我發郵件啊，我也會以這種方式把你的這個個人的信息去掉啊，做一個視頻分享，然後回頭的話你可以再看這個視頻。然後另外如果說你對於這個看完視頻以後你還有問題啊，你可以在視頻下面留言啊，或者繼續給我發郵件都是可以的。然後我們呢回頭可以再把這個短時間內啊，可以把這個再補一下啊，就是再聊一聊。因為我現在也不知道患者他看完之後他還有什麼這個問題啊，因為我們患者與醫生之間啊這個專業知識是不對等的啊，所以我可能認為很常規的東西，那患者他認為就是他還不能理解，所以我沒說，但是呢他想知道啊，這種情況都是有的。好，那今天呢就跟大家聊這麼多啊，感謝大家收看，謝謝大家。